嗨，大家好，我是方厨，欢迎来到方厨时间。最近呢，东南亚电诈的话题随着王鑫事件的爆发，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小黑屋、挨打、虐待、搞电诈，近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加坡再次躺枪。一份在网上流传的东南亚及其他地区诈骗园区名单中，新加坡赫然在列。甚至还有网友称，整个新加坡都是诈骗园区。事实上呢，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联盟和数据服务提供商 Scam Advisor 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在2003年全球诈骗案共造成约1.02万亿美元的损失中，新加坡人均损失最多，名列全球第一。那今天呢，方舟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新加坡会成为诈骗的重灾区。2025，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诈意识，保护好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里是方舟时间，我是方厨，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方舟感谢您的支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数据，由全球反诈联盟和数据服务提供商 Scam Advisor 发布的报告，在2003年全球诈骗案共造成约1.02万亿美元的损失中，新加坡人均损失最多，全球第一。瑞士老人和奥地利投资者也成为诈骗案件的重灾区。此外呢，中东地区的诈骗犯罪也呈上升趋势。这全球诈骗案造成的损失呢，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05%。从诈骗金额上来看呢，发达国家的受害者损失最多。其中，新加坡平均每个受害者在诈骗中损失4031美元，排名第一。瑞士和奥地利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受骗金额平均为3767美元和3484美元。2024年呢，全球反诈联盟和数据服务提供商发布的2024年亚洲诈骗情况报告指出，在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期间，新加坡诈骗案件受害者平均损失为2400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40%。到了年底，2024年新加坡全年诈骗金额的总数恐怕将超过7亿7千万新元的水平，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有数据显示，大约只有 7% 的诈骗行为会向执法机构和政府报告。细思极恐，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2004年6月2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就曾在脸书平台上公开揭露了一起诈骗行为。他指出，网络上有人使用他的形象的一段视频误导观众注册一个声称收益丰厚的投资网站。他同时呢，也分享了一张截图，是关于某个所谓高收益项目的介绍。有时候诈骗者的心态就是利用政治人物的知名度和可信度进行诈骗，不加思考的人很容易受骗上当。方主给您讲一个发生在今年年初的事件。78岁的新加坡资深演员 Lawrence 庞于2004年年底在约会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米卡。这位演员说，他被米卡的魅力所吸引。米卡呢，说服他加入商业冒险，也告诉劳伦斯他正在处理自己的订单，并赚了大钱。他还给劳伦斯看了一份关于他的利润报告。78岁的老人家禁不住这位年轻女士说：“我喜欢你。”于是呢，就投资了在菲律宾的一家在线业务。事实上，劳伦斯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米卡，只是通过 WhatsApp 视频聊天交谈。直到劳伦斯无法收回他投资于该业务的资金，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损失超过了27000美元。作为一个资深演员，按理说应该有足够的阅历和智商去辨别，但劳伦斯为何没能躲过骗局呢？是骗子演技太高，还是劳伦斯太过于轻信呢？这里呢还有一个故事。
化名为 Laura 的女性从社交平台上收到一名陌生男子的信息，两人展开了对话后，更发展出了恋情。然而，沉浸在完美恋爱的数个月后， Laura 竟被掏空财产，并宣布破产。38岁的 Laura 是一名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的女子。2021年6月， Laura 在社群平台上收到来自一名陌生男子李北直的讯息。这名男子的个人页面上用英文写着：“我是一阵风，在你身旁吹拂，但你找不到我的踪影。”配上一些旅行和健身的质感相片， Laura 并没有对这个陌生的账号感到反感。Hello， 还是冒昧的想要跟你打个招呼，认识一下，配上了一个含蓄的表情符号。李北直和 Laura 的聊天记录就此展开。李北直告诉 Laura， 他是一个上海人，目前在温哥华工作，而两人的简短自我介绍后，便慢慢的聊起天来。从一开始娓娓道来的自己过去的感情状况，到平时煮什么饭、去哪里散步等等。即便隔着屏幕，而且从未见过面，李北直成了 Laura 繁忙工作下的情感依靠和寄托。Laura 回忆说：“我一直都很想找到真命天子，一个能够听我说话的人。当时我真的觉得我找到了。”在与男方交往后，男子便告诉 Laura， 他是专门投资虚拟货币的人，并要 Laura 相信他，跟他一起投资。于是 Laura 先是在李北直的怂恿下，从一个诈骗网站贷款了3万美金，接着又被李北直情感勒索，告诉 Laura 若不帮他筹钱，那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失去，现在连你也离开我，我活着还有什么用？狠不下心分手的 Laura 因心理压力过大而引发生理上的疾病，同时又得持续地向亲朋好友借钱，最终却在一则新闻报道中发现，曾以为的真命天子竟是一名被其他网友在网络上公开指控的感情欺诈犯。不难想象 Laura 未来会生活在怎样的阴影里。多数旁观者会认为这些感情诈骗的受害者太纯真、太愚昧，但事实上他们会落入这样的圈套，是因为诈骗犯已经看准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并以策略性的方式展开攻势，赢得受害者的高度信任。即便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被报道，类似的感情诈骗案件仍在全球各地不断的上演。在 Netflix 网飞上有部纪录片《Tinder 大骗图》，其中讲述的也是一场庞大又复杂的感情诈骗。在对方华美的外表还有真挚的讯息中，受害者可能因为寂寞、因为依赖而一步步落入金钱黑洞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对感情诈骗案件进行调查，并指出，透过交友软件或是社群平台进行感情诈骗的人，手法都很相近，也就是换上吸引人的大头贴，创造假的个人简介资料，并观察网络上多数人的个人简介会如何撰写，并创造出类似的内容，提高拟真度。此外呢，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回避见面。以美国的案件为例呢，这些诈骗犯可能会声称自己在海外服兵役，或者是在船上工作等等，让人们不会对他们的身份起疑。我们再回到 Laura 的故事，被感情诈骗的她虽然痛苦不已，但也做出了行动回应。Laura 后来与其他2名受害者合作，并一同对名为李北直的男子提出起诉。此外，在追查他的 IP 位置后，发现他并不在温哥华，而是在柬埔寨。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新加坡人这么容易受骗？新加坡人真的好骗吗？首先，新加坡人善良且容易相信人，相信是容易被骗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新加坡人比较富裕也是另一个原因。由于人们似乎随时随地都有办法拿出一笔钱来，所以经常成为诈骗团伙下手的目标。再有呢，新加坡人普遍受过好的教育，过度相信自己，不会轻易上当。
这时候呢，方竹会想起几句老话，是说上的山多终遇虎，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再有呢，贪小便宜是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每每看到网上有什么优惠或者是便宜货，便迫不及待的上网抢购，以为捞到好处，但却已经落入了骗子下的圈套里。最可怕的是，很多受害者是心甘情愿地把钱转给不认识的人，诈骗者无需直接控制受害者的账户，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操纵，坐等费时流进来。也有数据显示，有86%的诈骗案是自发转账，受害人自己转给诈骗者。还有数据显示，88%的新加坡人天天担心被诈骗。不可思议的是，还有数据显示，77%的人自认为有能力识别。问题是，新加坡消费者对自己识别身伪诈骗是不是过度自信了呢？说到诈骗，必须提及这个诈骗案。去年5月，香港警方披露了一起诈骗案，说某公司员工受邀参加公司多人视频会议时，按要求向5个香港账户进行了15次转账。随后在与公司总部跟进时发现，这是一起诈骗，最终损失超过2亿港元，成为全球已知的最大诈骗案之一。根据警方调查显示，这场视频会议中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余的均为 AI 换脸后的诈骗人员。总结来说，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提供无担保低息贷款让你先交手续费的都是诈骗，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先付款的都是诈骗，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信息卡信息及验证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陌生网站要求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诈骗。而当下不断培养自己的反诈意识，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就如 Netflix 纪录片 10的大片图中说的那样，无论故事多么动人，永远不要给一个你没见过的人钱。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感谢您的观看和陪伴。方竹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期见。